姐姐从小就极度骄纵自私，以自我为中心。我与姐姐一同出嫁，她十里红妆，八抬大轿，描金绘凤，而我江家二小姐江雾晓，只有一顶再普通不过的青布小轿，孤零零地停在巷口的阴影里。她满是施舍般的安慰我：“妹妹，你也别太难过。西北那地方虎寒得很，又常年打仗，刀剑无眼。要是林烨哪天不幸战死了，你就回京来投靠我。世子最是怜我爱我，府里多你一个人吃饭，还是养得起的。可惜啊，天不遂人愿。不过短短3年，定北侯府便因通敌叛国，起兵谋反，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而我的夫君林烨却在那场平叛之战中，舍身救下了被挟持的太子，一战成名。陛下龙颜大悦，亲自下旨封他为定远侯。我也被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。今日是林烨审理萧家余孽的日子，曾经艳冠京城的江明月，如今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还梨花带雨的求我夫君纳她为妾。他一边说，一边往前爬着，想抓林烨的衣摆。我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，慢悠悠开口，声音温柔却刺骨：“这可怎么是好呢？夫君，这位姐姐要你怜惜她，可我怎么记得你是个武将，从来不会疼人，只会杀人啊！”自打我懂事起，我就清楚我跟姐姐完全不同。虽说是同一个爹妈生的，长相上却没半点相像。她占全了爹妈长相上所有的好基因，连奶奶的酒窝也跟着长上了。我偏偏专门挑着爹妈的短处长，甚至长了块亲妈最讨厌的胎记。那时我还小，啥都不懂，只觉得爹妈太偏心。每次城里办宴席，他们就只带姐姐去，我只能待在家里陪着奶妈一起编绳。下人们私下说，姐姐是亲妈喂大的，所以她更疼姐姐，而我是奶妈带大的，所以亲妈对我没感情。我流着眼泪去问奶妈这是真是假。奶妈说，亲妈生我时伤了身体，没法喂养，奶奶这才给我雇了个奶妈。你亲妈是疼你的，你千万别听他们瞎扯，是因为你年纪小，亲娘才不带你出门，等你长大了就行了。可我明明就只比姐姐小了1岁。没过几天，有胆子大的丫头仗着奶妈脾气好，故意当着我和她的面嘴碎。太太是看到二小姐腰上那块和她一样黑的胎记，心里觉得极其膈应，这才不愿见她。不仅如此，太太生二小姐时伤了根本，以后都没办法再生孩子了。她本是冲着生大胖小子去的，谁知二小姐这么不争气，竟然不是男孩，太太怎么能不恨她？奶妈气得直发抖，她可是家里公认的老好人，那次却没肯罢休，拽着那几个小丫头去了奶奶跟前，非要求奶奶来主持公道。奶奶是大户出身，管教极严，最讨厌家里鸡犬不宁，她重重惩罚了那几个丫头，把嘴都给抽肿了。按理说事情闹到这步也就该完了，可谁都没想到，奶奶竟然借着这个大好机会收回了亲妈的管家大权。奶奶数落亲妈出身太低微，不懂得持家，管不住下人了，害得姐妹2人产生隔阂。亲妈出身虽说低微，长得却极美，要不是咱家到了我爸这辈没落了，奶奶说什么也不会同意让亲妈嫁进门。她本来就瞧不起我亲妈，觉得她长得太妖气，可无奈我爸偏偏就喜欢的紧，他怕伤了母子和气，这才强忍着。如今有了送上门来的把柄，他自然是不肯轻易放过。奶妈替我打抱不平，是为了防止以后丫头们欺负我，哪成想却变成了奶奶和亲妈明争暗斗的牺牲品。亲妈丢了管家权，更是把气撒我头上，越发厌烦我。她把姐姐带在自己身边亲自养，百般疼爱，却把我丢给奶妈，再也不闻不问。我发着高烧不退的时候，我爸正陪着奶奶去香山拜佛，奶妈只好跑去求亲妈给我找大夫。亲妈一点也不见着急，笑着反问奶妈：“怎么这节骨眼你倒想起来跟我说了？难道没跑去告诉我那婆婆吗？”奶妈眼圈一下红了，低声下气认错。奶妈是大中午去的，直到晚上才拖着发抖的双腿和红肿的脸回来。她身后跟着回春堂的大夫。奶妈眼里闪着泪花，笑着柔声安慰我：“我把大夫请来了，绝对没事的，你别害怕。”其实我不怕，我只是难受。我张着干巴巴的嘴：“奶妈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”眼泪直往下掉，嗓子眼被挤压得钻心地疼。我拼命地咳嗽着，放声大哭。等我病好了以后，姐姐也病倒了，跟看我生病时的冷静完全不同。亲妈这回慌了神，她向来不愿跟奶奶低头，这回却跪在奶奶面前，哭求她拿名帖去请宫里的御医。奶奶当然不愿答应，就是个发热的小毛病，凭啥让她去请御医？又不是得了绝症，快不行了。亲妈满脸怨恨地走了，找来一大帮大夫，死守在姐姐床边。我心里还在生她不来看我的气，根本不愿过去看她。奶妈开口劝我：“那毕竟是你姐姐，你应该去看看她。”我就去了，因为我已经好久都没见亲妈了。其实我心里很想念她，可我压根没料到她不想我。
他居然责怪是我把病过了姐姐。他看向我的眼神既憎恶又冰冷，他让我滚开，他还警告说，要是姐姐有个好歹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心里酸涩的十分难受，本来是不想哭的，可刚一开口，话还没发出来，眼泪就抢先掉了下来。妈，我不也是你的亲闺女啊！他一下子愣住了，看我的眼神慢慢变得复杂起来，他干脆不再搭理我。院子里的下人们各忙各的，井然有序，我就这样被彻底无视了，如同屋子里立着的一根木柱子，毫无存在感。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家里的闲言碎语到处都在传。奶妈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亲妈这是故意拿我在跟奶奶较劲，她心疼得直掉泪，哭着跟我道歉，骂自己脑子太笨，才把事情弄成这样。我虽然觉得很难堪，可还是紧紧抱住了奶妈。说实在的，我心里反倒开心，那可是头一回有人站出来替我出头。亲妈老嫌我长相太平凡，说要是再不养出个乖巧大度能隐忍的好脾气，以后哪怕勉强找个人嫁了，最后也只能落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。她老是用嘲讽的眼神上下打量我，嘴里念叨着她的下半辈子是别想指望上我了，只有姐姐才能帮她实现当上阔太太的大美梦。她逼着我发毒誓，保证以后绝不跑去拖累姐姐。我当场就发了誓，语气斩钉截铁。我好歹也是个人，我同样也是有脸面的，我恨不得立马搬出江家大门，再也不占他们家的一口饭喝一口水。我以前从没有像现在这般怨恨过她。奶妈得知亲妈逼我发毒誓以后，愁得整宿睡不着觉，头发都愁白了好多。过了几天的某个晚上，她紧握着我的手，像是有什么话实在不好开口。雾晓啊，你也该慢慢长大了。你亲妈已经不要你了，可你还得活下去。你要学着听话，想办法去讨好你奶奶，懂吗？她这话刚说到一半，就忍不住抽搭着掉起泪来。我也不懂她究竟在哭啥子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默默伸手替她擦眼泪。我点点头说好。奶妈说，奶奶特别讨厌亲妈那副长相，连带着也不怎么喜欢姐姐。这种大家族娶正妻看重的是德行，只有娶小老婆才会看重女人的脸蛋。她嘱咐我要下功夫读书，学做针线活，唯有这样，奶奶才能对我刮目相看。每隔7天，我和姐姐就得过去给奶奶磕头请安，奶奶还会顺带抽查我俩的学习功课。可这一回，奶妈特意让我穿一身旧衣裳过去，跟姐姐一比，我简直就不像是当官人家的小姐，连衣服袖子都短了半截。这样接连过了几回之后，外加上家里下人们的指指点点，奶奶慢慢看出了亲妈对我跟姐姐是截然不同的态度。她火冒三丈的把我爸大骂了一顿，还罚亲妈去祠堂里跪着思过，手里拄着的龙头拐杖把地上的青砖都给砸碎了。奶奶的训斥声穿透了深深的院落，听得那叫一个清清楚楚。当年我替你挑老婆时，就劝过你，娶正妻要看人品，你偏偏被美色迷了心窍，哼，非她不娶。我早提醒过你，这种小户人家出来的女人，哪里懂得该怎么管家。雾晓跟她姐姐明明是一个爹妈生的亲骨肉，可她这当妈的是怎么做的？她这样把俩闺女区别对待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俩孩子之间还能有什么情分可言？等长大以后，又怎么可能一条心去互相帮衬？哼，别以为我不清楚，她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不就是嫌弃雾晓长得没明月好看吗？你回去告诉她，咱们是体面的当官人家，家里大小姐绝不靠脸蛋去巴结人，那是外面下三滥才干的勾当。亲妈当场被气得晕死过去，醒过来以后更是把火气全撒我身上，越发厌恶我。她甚至连见都不想再见我一面，而我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，再也不会因为她而感到一丝难受。奶奶过生日，我跟奶妈连夜加班加点绣了一幅百寿图，这么一比，姐姐送的字画就显得挺一般。奶奶开心的合不拢嘴，亲妈脸色发青，我笑得很甜，带着小女孩的可爱，露出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，给奶奶倒茶。奶奶心疼的搂住我，叫人拿来药膏给我抹，一副祖孙情深的模样。亲妈顿时火冒三丈，当众骂我年纪虽小，心眼却很多。她不该在奶奶过大寿时骂我。不管怎样，我好歹是她闺女，今天来的全都是客，好多还是奶奶娘家的亲戚。她让奶奶丢了脸，自己却不知。奶奶算是给她留脸，没有当众去骂她，而是直接告诉我爸，她想把我养在身边。亲妈就算是再笨，也明白养在名门闺秀身边的闺女和养在她身边的巨大差别。亲妈冲着我爸又哭又闹，非要奶奶顺带养姐姐。奶奶当然不干，亲妈压根不懂我为了得到奶奶的欢心都干了啥事。每天一早，我都要起床去院子里给奶奶收露水泡茶，中午要跟着奶妈学做奶奶爱吃的糕点。学堂繁重功课做完后，
我还得去翻医书，摸透食补的方子，就连这一手字也是学的奶奶偏爱的名家。我为了能够活命，有多讨好，有多低微，多不易。亲妈哪能懂我的心酸？自打奶奶拒绝了把姐姐留在身边养后，亲妈就憋足了劲去培养姐姐。她一年花在姐姐脸蛋上的钱根本就数不清。她不去管姐姐的文章，只让她苦学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。她告诉姐姐，这些算闺房乐趣，是培养夫妻感情的招数。她说，只有男人的前途才是女人的未来。她天天拜神，只求姐姐能嫁入豪门。这话传进奶奶耳朵里后，气得奶奶砸了好几个茶杯。奶奶严苛地培养我，她要我学骑马，学射箭，她要我精通历史，要我学做生意。不小，长相早晚变老，只有自己能独立，才是真的站得稳。别人都不是靠山，靠脸去哄人，能风光几天？这世上又有几个和你爸一样长情的男人？你亲妈碰上一个，就以为天下男人全都是这样，她迟早害了你姐姐。我和姐姐一点不亲近，她讨厌我，也瞧不起我。她咬定是我背叛了亲妈，投靠到了奶奶那一边。成年后，奶奶给我相中了一门好婚事，对方是左武大夫的独子林烨。他爸虽是个六品官，但家里人丁很简单。亲妈早没，嫁过去没有婆婆找茬，家里叔叔做买卖非常有钱。奶奶跟我爸亲自考过林烨的学识，都夸他这回科考必定能拿第一。家里兄弟跟他是老同学，再三保证他人品极好，夸他出身武官却文采飞扬，胜过好多文臣清流家的男儿。我心里头很满意，也明白奶奶是花了很多心思才寻得这么好的人家给我。姐姐嫌弃林烨老爸只是个六品官，冷不丁跟我说，你要是嫁他，以后就别跟我走动了。这种穷酸破落户，真是让我拿不出手。我懒得搭理，谁稀罕跟你走动？他自有骄傲的底气。如今城里的游园聚会，亲妈一场不落带他去相亲，他见的都是大官级别以上的少爷。奶奶虽讨厌亲妈太轻浮，但也盼着姐姐真能嫁个好人家，给家里兄弟铺路。所以亲妈去账房拿钱给姐姐买一身行头时，奶奶没拦着，甚至还叫下人拿了2套她的陪嫁首饰给她。我心里很明白，大家族之间互相牵扯，奶奶图的是全家风光，却还是心里不好受。入冬后，大雪封山，白鹿书院给学生们都放了假。林烨赶在小年之前来了我家门，奶奶为了避嫌，也为了让我相亲万无一失，一早就让亲妈带着姐姐出去参加平阳后太太的赏梅宴了。可马车走到一半，姐姐说头疼，亲妈不得不打道回府。奶奶不是警告姐姐，今天是你妹妹的大日子，你在院子里待着，千万别出来了。你跟你妹妹是不同的路，她碍不着你的大好前程。姐姐低头答应。奶奶为了今天可谓是大费周章，她将压箱底的首饰给我戴上，又找了最棒的妆娘给我化妆。我长大了，虽不难看，却实在普通。如今靠着打扮，倒也是能换一句清秀的夸奖。只要我不跟姐姐站在一起，就不算太丢人。这些年，姐姐长得是越发漂亮迷人，随便一笑让美女失色。我其实真的很羡慕她。午饭快开始前，我听奶奶的话，亲自去厨房熬了6君子汤。林烨的老爸肠胃不好，喝这道汤正合适。我辛苦忙碌完出来时，穿过带花的拱门，看见的就是姐姐捂嘴在跟林烨说话。林烨耳根发红，一双眼盯在姐姐身上，透着害羞，又怕唐突，不敢多看。年轻人的心动总是笨拙。我攥着手帕的指甲抠疼了手指，却还要忍着。姐姐笑得纯真，十分迷人。林公子，这位就是我的妹妹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她冲林烨眨眼，俏皮可爱。林烨有些控制不住心情，眼里的失落一闪而过。我以为……我心底一沉，浑身发冷。江大小姐，是我唐突了。她及时停嘴，调整情绪，马上镇定下来，对姐姐开始疏远。她冲我抱歉的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拱手先一步走开。她以为什么呢？无非就是家里人告诉她和她相亲的是江家千金，而我的姐姐也没有挑明身份，反而和她聊天，让她误以为和自己定亲的是她。我看向江明月，她冲我笑了笑，拽着我的手，表情天真又苦恼。妹妹，你说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林公子要是说想娶我怎么办啊？我微笑，那你嫁吧。他没能看到我失魂落魄的倒霉样，无趣的甩开了我的手。他那样的人家，配你这样的大众长相刚刚好。我嘛，是要配豪门少爷的，不然岂不是对不起妈给我的这张美女脸？我死死地盯着他这张倾国倾城的脸，就算我心里再反感他，也忍不住点头。确实好看。我的马屁让他开心，可笨蛋长得太美，真的会是好事吗？宴席开始后，后厨端来我熬的6君子汤，
奶奶冲我点了点头，我亲自为林烨的老爸盛了一碗。他尝了之后，满脸堆笑，夸道：“吴晓真是好手艺啊！我家孩子元宝就生了阿叶这一个独生子，从来也没享受过有闺女的福分。要是能让雾笑当我的儿媳妇……”老夫人，屏风外传来姐姐带着笑的动静，我忍不住抬眼瞅向林烨，他并没有我预想中的慌张与期盼，而是冲着我微微的一笑，眼神平静，就跟完全没听到我姐姐的呼喊。我扭过了头，奶奶脸色顿时僵了一年，掐着念珠的手指有些发白。挡在屏风外的江明月扭着腰迈步走出来，她换了另外一套衣服，也重新化了妆，比在后花园里跟林烨碰面时的打扮还要好看迷人。她特别美，也清楚自己好看，更懂得把自己的美貌收拾到最完美的程度。我面无表情的低下头，藏好心里的讽刺。姐姐恨透了我顺从奶奶背叛亲妈，迫不及待赶在今天我大喜的日子来捣乱。她满脑子想让我出洋相，想让我相亲的男人当场迷恋上她的绝美容颜，好帮亲妈撒气。可她想偏了，奶奶还当家，她这回跑出来是让奶奶丢面，也是让奶奶下不来台。我嫁谁其实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搬出江家自己过日子，自己说了算就行。错过了林烨，奶奶照样能给我寻到周烨、孙烨、白烨。再看林烨，只要他还是个想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的读书人，就算再被江明月的好看给迷了心智，也绝对不敢在这种定亲的大日子里说出要换相亲人选的混话。这样看来，江明月的阴谋注定泡汤。他的到场完全没引来关注，林烨压根没正眼看他，更没露出他那堆跟班一样的花痴傻样。整个归安堂里安静的就像是定格了一样。林烨老爸有点难堪，奶奶憋回了肚里的怒火，笑得特勉强。这是我们家的大丫头。林烨老爸配合一笑，跟他妈挺像。姐姐没辙的坐下后，眼神一直偷偷摸摸的瞄着林烨，林烨却自始至终正襟危坐，眼珠望向很多地方，就是不去看他。姐姐坐下以后，林烨老爸和奶奶没聊上几句，林烨老爸便拉着林烨起身离开。定亲只能先放一放。姐姐拍拍我笑了一下，凑过来小声嘲讽：“太遗憾了。”我也冲她乐：“对啊，好遗憾啊，好姐姐，你马上就要倒大霉了。”他外这个时候才看清，整个正屋里的佣人全给赶了出去，房间里面就剩奶奶还有我俩。江明月，你现在给我跪好！亲妈狠瞪着奶奶，又转头看我爸，我爸纠结着开口：“你快去跪着吧，今天你实在太出格，哪能在长辈面前动粗？”亲妈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下。我去祠堂门口受罚，我要守着我闺女。他走后，祖母才泄了力气般坐下，让下人拿药来擦我的脸。我爸忍不住嘀咕：“妈，明月究竟干了啥坏事？这样做是不是下手太重了点儿？”奶奶啐了一口：“明月彻底给养废了，他被他那个妈给带偏了，骨子里压根没手足情分。明明清楚今天我要帮他妹妹挑夫婿，林家的条件和底细他嫌弃，我也表过态，雾萧哪怕跟了林家，也不会耽误他任何事，更不会破坏他的大好未来。可如果这两家能结亲，咱们家就能在军队里攀上关系。林家好歹是老牌将军家族，虽然到了他爸这辈没落了，但人家世世代代都关系留在了队伍里。林烨这小伙的能力与身手，你本身也是亲眼瞧见的，看得出林家到了他这辈儿绝对能出头。可明月干了什么恶心事儿？大清早我便催他跟他妈出大门，他先是装肚子疼跑回老宅，回家也就罢了，你知不知道他跑到后花园冒充雾萧，结识林烨，拉着林烨聊了老半天。我爸呼啦一下站起来，一脸黑沉的盘问我：“吴晓，这事是真的？难道我这个老太婆还会坑你？但凡他做人稍微端正点，我怎么可能不盼着他靠那张俏脸攀个高枝？他要是晓得适可而止，我也算能给他一条退路。可他偏偏不要脸到了极点。我都打算和林大老人定下雾晓的婚约了，他花枝招展的冲进来，眼珠子一动不动，死盯着林烨看，看得林大人自己都觉得丢人现眼，只好拽着林烨拔头就走，急急忙忙散了。养出这么个又蠢又坏的闺女，你还指望她嫁进豪门，替你儿子大侄舅的事业跑前跑后铺路？哼，依我看，指不定哪天她捅出什么天大窟窿，我们满门老小都要跟着倒大霉。我爸一下子瘫在椅子里，一张脸惨白。很多年前，他一门心思护着亲妈，连家里的老相好都能走。可后来伴随职位变动，岁数变老，他变得越来越贪图手里的权势。他转头又纳了小老婆，现如今光大胖小子都生了4个。奶奶冰冷地说：“他既然吃定林烨了，干脆让他跟林烨配对，嫁个底层的去擦屁股，
好过嫁去豪门连累全家。走出屋就把这门亲事彻底砸钉子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亲妈要死要活的大闹起来。可这一次，我爸咬死牙关，绝对不让步。亲妈彻底没招了，伴着大考放榜，林烨考中，他跟我姐的结婚证还是领定了。林大人开头死活不点头，他嫌我姐长得太招风，怕林烨降不住，也管不好。后来我爸找他喝了几顿大酒，这门亲戚还是就此做成了。姐姐哭得惊天动地，一会儿喊着不要活了，一会儿跑来要撕烂我。亲妈诅咒我的词更是说不出口，太难听了。奶妈捂死我的招风耳，喂到我嘴里一颗大白糖。雾晓，你可别伤心。我冲她直笑，扎进她胸口前。她身上的气味让我踏实，也让我品尝到幸福。我不难过，奶妈，亲妈其实是可以挑的，孩子本身也是可以选的。她既然决定抛弃我，我自然能去选别的人来当我妈。我现在已经记不得她究竟长个啥模样，每次撞见她，我都觉得很生疏。奶妈摸了摸我的脑袋，默默掉泪。她总是心疼我，我也心痛她。我早就认定她才是我亲妈了。妈妈，早晚有一天，这声称呼我会理直气壮地叫出声来。错过了林烨，奶奶开始帮我物色新的对象，但还没等奶奶挑到合适，定北侯世子萧烨竟登门了。奶奶和我爸吓得哆嗦迎接。定北侯是老资格，立过大功，萧烨还是太子的同学，从小跟太子吃住一块，往后的前途不用多说。他开门见山，3月前知州夫人的聚会上，我对江家大小姐一见钟情，今天特意来求婚。奶奶支吾着琢磨推辞的话，我爸却笑呵呵应付下。那是丫头的福气。萧烨点了下头。我打算见见大小姐。自那天碰面后，没过几天，刚派官的林烨就被贬职了，还是给赶到荒凉偏僻的西北边区当县官。我爸跟奶奶讲，反正全是闺女，林家最开始想要的也是雾晓。奶奶根本不依，那就退婚。有能耐就叫林家找侯府算账去。林烨惹恼了萧烨，哪里还会有大好未来？可这事儿若是不摆平林家，惊动了御史，咱们家哪有好果子吃？眼下林大人那边已经是恼羞成怒了，这眼下唯一的法子就只能求萧家那边网开一面。林大人讲了，全因这桩亲事，他儿子惹恼了萧家，眼下是根本娶不到媳妇儿，非管我要赔。家里供了雾晓这么多年，眼下家里遭殃，他就不能帮家里出点力气吗？我爸这话是刻意讲给我听的。我从隔壁屋走出来，我愿意嫁了。我爸乐开了花，奶奶叹气，奶妈抹泪。自始至终，唯独我在高兴。总算我能搬出江家了，就算把结婚的对象换成了我，也没能彻底消掉林老爸的火气。直到姐姐承诺，等她嫁进豪门后，会劝说萧烨把林烨从边疆弄回来，林老爹才极不情愿的停手。姐姐故意把出门的日子挑在了和我同一天。林烨降职，我的喜酒也没法大办。姐姐那边风光大嫁，我只有一顶破轿。她来劝我，西北那边很乱，若你老公出了意外，你能回汕投靠我，少爷疼我爱我，自然会收留你。我没有去接他的话，而是隔着盖头盯着他微微鼓起的肚子。萧烨的屋里美女没断过，却始终没有一个孩子降生，盼着他肚里的宝宝能在那种吓人的内斗里顺顺利利出生。奶奶把奶妈给我当成了陪嫁，这些年她把我当成弃亲妈的一个顺手工具，好多次借着我让亲妈丢脸丢权，而我为了能够过得去，也认了真命。但奶奶也实打实地护卫了我，教会我好多养活自己的大本事，也把她自己的嫁妆大半都塞给我，算计也好，利用也罢，我俩这祖孙俩人照样有好多会儿的真挚亲情，那就行了。人压根不用活得太通透，活得过于清醒的人极难开心。破轿在抬轿人的肩膀上晃悠悠，距离江家越来越远，这正是我盼望的离开，我绝不能回头。林烨降级，喜宴办的也寒酸，往天挨着他们挺近的，当官的怕惹到萧家，好多都不敢来，吃席的也没几个人。我在新房没坐多久，林烨就走过来了，我以为他会拿我撒气，可人家偏偏没。进入新房后的过程，每一步他都弄得极其认真，特别细巧。红布掀开，闯进我视线里的是他那张好看到爆的脸，他挺好看，帅到让我开始胡乱想。我脑子想，假如怀上宝宝，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一把？宝宝是不是能跟他长得一样帅？真是搞笑的想法。我居然缠上了他的长相，我真肤浅。他冲我递手，冲我乐着，棕色的眸子里全是我那张羞红的脸颊，满屋暧昧。老婆，咱喝交杯酒。他讲话动静也挺迷人，我没忍住觉得憋得慌，胸口也烫烫的。边上站着的全是他的家里人，凑热闹时我一口干了酒。他笑出声，眼睛里全是温柔。我在心里劝自己别慌，但真挺难。
他既是练家，又是书生，皮肤虽然白，但又浑身是劲。我挠不起奶妈塞给我的新婚话，羞得脸滚烫。他打发走家人后，关紧房门，我的心脏跟着他的脚步走一步，咚一声。等他凑到我脸前，捧起我的脸，刚想亲下去时，我扭过了头。降职换媳妇儿的破事儿，你不拿我撒气？他扶正我的脸，萧家的破事跟你没半点关系。我明白，假如有得挑，你也绝不会嫁到这里。你奶奶后头给你寻摸的好人家，真不比我家差。老婆，你老公念过那么多大道理，可不是拿来欺负老实姑娘的。我的心总算落地。假如我没看上他，纯粹跟他搭伙过日子的话，他绝对算个千金难买的好爷们。可我眼下确实挺稀罕他这模样和好身材的，及时享受。想开后，我猛地凑上去亲了他。帅哥和平凡人，到头来肯定是咱这种平凡姑娘占便宜的，那咱也犯不着再去扭捏了。毕竟我自己都觉得是赚麻了。林烨猛地呆住，耳根通红，笨手笨脚地搂着我亲。第二天清晨给公公敬茶时，完全没我脑补出的尴尬。老爷子对我客客气气，特别好说话。林家本身没几口，男女老少基本从小练武，找的结婚对象也基本是当兵家的娃。大家伙处起来都挺直肠子，跟在江家憋出一句话都得绕好几百个心眼子的算计彻底不一样。没挨到回娘家，林烨就得跑去西北上班了。走的头一天，他跟老爷子碰完头，冲我说：“你就待在皇城吧，西北太冷，你扛不下来。熬不出几年，我铁定调回来。我会经常给你寄信。我爸贼拉满意你这个媳妇儿，他简直爱惨你熬的6君子汤。小侄儿、小侄女儿也超爱你亲手给他们缝的小荷包护膝。老林家全家上下都爱你，你住在屋里，他们绝对掏心窝护你，我放1万个心。”就待了2、3天，不光是我，连奶妈都开心了一大截。待在这，我破天荒懂得了啥叫做舒坦和被当人看。让我跟着你一块走吧，我想跑去外头瞧瞧。我在江家熬的这些载，永远被大院关着，长这么大都没有踏出去过。我奶奶挺护我，她砸钱给我找了极多老师，我偷学会好多本领。我想出去，看看我到底有多厉害。我能骑马，也能打马球，我甚至能摸脉看病、熬大补汤，跑生意赚钱我也懂行的。林烨，带我出门闯闯吧，我想瞧瞧西北的大好烂漫风光，替我枯燥的破日子里添点乐子跟见识呗。他眼里满是心疼。贼遭罪，我可不怕苦，筋骨头再乏，总归有能躺回穴的那天。可心窝里的疲惫，咋弄都医治不好，喝再多药补再久觉也缓不回来。林烨答应了带我一块上任。我跟林烨出发的那天，去告别了奶奶，她替我难受，没忍住哭了一顿。别哭，奶奶。挺好，我的家人中还有人能替我掉下一滴泪。去上任的路上并不安生，林烨碰到了好几次暗算，我不明白萧夜凭什么非得这样断他家后路。林烨肩膀被暗器刮伤，我只好带他藏在了山中，给他治病。他瞪大眼瞅着我，拔野草的时候逮了几条蛇，麻溜顺畅地抠出蛇胆。我很镇定，他很不镇定。治好后，他昏睡过去，醒来后他只说：“老婆，幸亏有你，对吧？幸亏你捎上了我。”其实我想讲，太带劲了，这种日子我光在小说里瞅过。搬出江家的一切都让我激动，我甚至想丢下林烨，自己开溜得了。反正我揣的钱也够我游玩天下了。但是想起待在林家的奶妈，还有把全部家底都托给我的公公，我狠着心憋住了。到了边城后，我先吞了一嘴沙土，爽了。林烨顺利上任，当了县官，边区的风干冷生猛，人也跟风一样直率。我的骑术在这边得到了巨大的长进，这还是我头一回瞅见林烨骑马。我想问他那伤好了没，他已经抽马冲了出去，帅气的背影跟乱飞的头发让我有一种错觉。这一刻的林烨比在皇城里的林烨要自在洒脱。他拉马转身，在我跟前停住，嘚瑟又狂妄地说：“比一比。”这般嚣张的样子让我突然生出一种他在撩拨我的错觉。我翻身跨马，他说：“我有更牛的上马姿势，你想不想了解？”那是啥？他从他的马上跳下，踩上了我的马，手拽马绳，两腿夹紧马肚，马儿就猛冲了出去。我被他一整个都抱在了怀里。逗你的，我想要你跟我一块儿体会这边的风。吴晓，我是在这边长大的，这儿是我老家。最末一句话居然让我听出了一丁点酸楚。皇城不行，这边棒，我做梦都盼着回这边来。但是不行，林家的重担压在我肩上，我必须要抛下我的小马小羊混入官场里。可早晚一天，我会回来的。裹着年轻嗓音的吼声
在荒芜的土地上激荡。原来咱们都这么年轻。我跟林业在边区过了2年多安稳的日子，我已经在跟林业的打赌中救活了2家店面，打脸了他好几次。原来你没骗我，你真的什么都会。我哼了哼，那是，我还学会了好多面食。我把自己琢磨出来的秘方全写下，寄到皇城去给了奶奶和奶妈，他们都夸好吃。开春过后，林业最近突然变得忙碌起来，往天准时准点回来吃饭，眼下经常不回家。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因此完全没察觉到他眉眼间的发愁与那种大祸临头前的冷意。一天夜里，他突然喊醒了我，把一沓东西交给了我。这是新的户口和地基，这些钞票是我加急兑换出来的。我有些发懵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出什么状况了？他低沉说：我被降职到这边是太子的安排，太子要我来这儿查出西北队伍里萧家的眼线跟内鬼，以及萧家倒卖兵器私通外敌的罪证。太子殿下的舅舅郑大将军在18年前倒在了战场上，祸首就是定北侯。上个月我已经把萧家的罪证全送给了太子殿下，可东宫里太子的贴身根本被萧烨买通，走漏了风声。萧家只怕是要狗急跳墙起兵造势了。我是太子殿下的人，西北营里不少都是我的叔伯，我要带着他们去京城护驾。我这一去，你便成了我的软肋。雾霄，你要保全照顾好自己，我才能安心的去办我的差事。他从怀里掏出离婚书，有些不舍地递给我。傻丫头，你还没开窍呢。他的声音不由得带了些哽咽。若我能活着回来，我就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若我没了，反正你也没对我动过心，改嫁也好，自立门户也好，我不用叮嘱你，我也知道你会过得极好。他说完后，外面传来2声布谷声，他连忙拿剑离开，连我的回答都没来得及听。他走后没久，就来了几个人护送我离开。一路奔波半月，我被安顿到了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乡镇里住下来。林业说的对，我没有对他动过心，就像现在，我还是吃饱喝好睡得早，但我还是祈祷他能够活着，能够凯旋。因为和他客客气气的时候，我真的过得挺好的，有人护着，也有人无限惯着我，从不插手我的所有行为。他要是我爹就好了。3月后，我开始孕吐，我想我只会再给林业1个月的时间了。如果1个月后他还没有出现，这个孩子我就全当没怀。1个月后他还是没有出现，我抓了那副药，药炉咕嘟咕嘟的响，烧到第3开的时候，林业踢开了我的大门，风尘仆仆而来，摔了我的药罐子。没良心的！我没哭，他倒是哭上了。我拼命给你挣封赏去了，你连个宝宝都不给我留啊！我点头。你活着就留，你没了不留，我要过好日子的。行，给你好日子。从今往后都是好日子了。我这才知道，萧家父子造势被拿住，萧烨更是绑架太子，害得太子险些没命。危急关头，是林业拼命相救，才救下了太子。论功行赏，林业被封侯，皇上亲赐了宅院，我也得了封赏。萧家全部抄家下狱，被判大极刑。我跟林业刚回京，亲妈就来了，她是偷跑出来的。我爸跟奶奶不会做出这种蠢事，让林业去为造势的萧家求情。可我的亲妈会，她哭得稀里哗啦，我却只觉得陌生，我好像从来都不认识她一般。送她出去，她不是我的亲妈，我的亲妈叫薛桂兰。薛桂兰是我的奶妈。江太太在外面骂我骂得难听，没一会儿我爸就赶紧来把她拉走了。她被关在了家中。如今的世道，谁沾上萧家，谁都是绝路一条。皇上将审理萧家余党的事情交给了林业，轮到审理女眷时，林业便传话回来说饿了，让我给她送一碗甜水。我去时，姐姐正失魂落魄的在堂下，她明明是跪在我脚下，却哭哭啼啼的求着我老公心疼她。林业，当初的事情我是被逼无奈，我是想嫁给你的呀。求你可怜我一个弱女子，放我一条生路，就是做你的小妾也是的。这可怎么是好呢？夫君，这位姐姐要你怜惜她，可我怎么记得你是个武将，从来不会疼人，只会杀人啊。林业对着一旁的守卫说了几句，没一会儿大理寺官就过来了。有这层关系在，怎么使得？这人还是交给你审吧。谁人不知，新上任的大理寺官铁面无私，犯了事儿的人就没有全身而退着出去的。林业带着我出来，身后传来大理寺官威严冷酷的声音：动刑！他捂住了我的耳朵。我们回家。回去路上，我问林业：你专门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？他点了点头。我说过，若我能平安回来，就和你解释一些事情；若是回不来，让你一直误解我也好，
免得还想我。我忍不住笑，他捏了捏我的脸。当初你我相亲的时候，他冒充你酒遇我聊天，我那时以为他是你，是要与我相亲的人。她生得漂亮，我的确见她第一眼的时候动心了。可后来你出现了，我就知道了这是一场局。后院的女人的手段多数并不高明，我几乎瞬间就知道了她想做什么，心动自然是没有了，有的只有是对你的抱歉。是我没有一开始都问好，我应该要一张你的画像的，或者我问一问我要相亲的姑娘特征也好。我那时脸皮薄，觉得这事儿冒出，要女人的画像这多不好。后来在吃戏开始前，你奶妈拦住了我，她难过又着急地跟我解释。她说你虽长得不如你姐姐好看，可你是个再好不过的丫头了。她告诉我你从小到大的苦，也求我就算是喜欢上了江明月，也不要在今天的场合说出换相亲人选的话。她哭得真的很伤心。我亲妈很早就去世了，我老爸奉行棍棒下面出孝子，从未有人这般把我放在心上，所以我就想你肯定是受了很多苦，好多苦，才让与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妈这般心疼你，豁出一切也要护着你。我哑口无言，想要说话时，泪水却先一步奔涌。奶妈，我的娘亲，她总是这样，为我做尽一切的事情，却不告诉我。林叶低头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介意那天的事情，我也每一天都在后悔。吴晓，一辈子很长，我用3年的时间认识了你，了解了你，知道了你是个怎样的丫头，也喜欢上了你。我还有很多的时间，可以为你做很多事情，让你看见我的心，看见我的真心。我也会好好护着你。很动人的话，可我依旧选择客客气气。我不想赌，如今的状态已经是最好不过。我骗他，离婚书我撕掉了，其实没有，我保存得很好很好。我相信你。你才没有相信我。他无奈极了。5月后，萧家领罚，姐姐也在里面。江太太受不住打击，一夜发疯。她年纪大了，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的长相。我爸房里又添了新人，她厌烦了亲妈，一碗苦药送她下了线。我没有去看她。奶妈在屋檐下抱着我的孩子哄睡，她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。我感觉心底一股暖意。我这么小的时候，她也是这样抱着我的，一步一步就这样抱着我长大了。只是那个时候的奶妈还没有白发，她老了，我也长大了。她身板不如从前硬朗了，我却开始可以自己抗势了。她护我小，我养她老。娘，我想吃桂花糕。好，给你做，娘给你做。奶奶大吼，姐姐没办法，咬紧嘴唇，慢慢跪地。孙女不明白到底犯了啥错。她这说的还没过半，奶奶的木棍子就抡了下来，狠狠砸在她后背上。她当下就大叫一声，一头栽倒在木地板上，脑袋发晕。奶奶扔掉木棍，拼命大喘气。我赶紧上去稳住她，她愤怒大喊：“把她直接拉去祖宗祠堂，不准请大夫，看她造化！”姐姐被硬拉了走，差不多一眨眼，亲妈便拽着我爸急冲冲跑过来。亲妈两眼红肿，连长幼规矩也全不管，质问奶奶：“明月到底做错了啥事？你非要这样对付她？”她看着地面的那片惨状，心里又难受又气。你姐姐哪儿招惹你了？你非得这样煽动你奶奶整她？奶奶气急败坏地扯开我。你用不着当着面拐弯抹角，我更没必要跟你解释。你现在滚出去，上后院跪着反省，要是不肯，就搬回你娘家去。